相信不少朋友跟我一样，每天都要来杯手冲咖啡，没有喝到就会感觉这一天不完美了。不过有时候旅行的时候真的没办法，尤其是到山区或是偶尔来趟长途的机车旅行，为了求行李的轻便根本无法把家中的器材一一放在行李中。这时候只能忍耐吗？如果有一台咖啡机可以帮你完成手冲所有的工作，还能随身携带，是不是直接变成旅行人生的神助攻？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 现在介绍一下我在工作室用的器材哦。手冲咖啡应该算是所有冲煮方式中最便宜又最方便的。先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家里怎么手冲的。我算是非常不在意手冲手法的人，所以冲煮的方式跟器材非常简单。首先把咖啡豆先磨成适合的粗细，接着把咖啡粉放入铺好滤纸的滤杯中，最后从饮水机装入约莫摄氏90度的热水，并且开始冲煮。这个过程非常的简单，但是你可以想象把这套过程复制到户外中有多麻烦。首先就是器材一大包，更难的是在户外你只能用手摇磨豆机，或是委曲求全的把咖啡先磨成咖啡粉再出门。那热水呢，你必须要带着煮水器具或是小瓦斯炉出门，真的是很占空间又麻烦。不过这次要介绍的 Metro Go Brew 型野全自动咖啡机，它只有保温瓶的大小，就可以自动完成我所有的手冲步骤，真的很神奇。这是要分享的 Go Brew 型野全自动咖啡机，这是 Metro 今年推出的新品，出货时就有一个妥善保护的收纳箱。那箱内有着主机、接豆环、不锈钢免滤纸的滤杯，还有金属支架、充电线、除尘气球，还有结合清洁刷的豆池。那豆池的容量大概是5公克。箱体的主机已经连接着磨豆仓，还有咖啡杯所以外出时你可以直接提着一箱就走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变得更小，只要把主机扣上金属支架，再把滤杯接豆环放在水箱中，连同盖子跟豆池一同放在小袋子中，就可以出门了。缩小后真的就像带保温瓶一出门一样简单，放进机车的车厢都没有问题，使用也超级简单。首先在磨豆仓内放入大概2咖啡匙的咖啡豆，大概10到12公克，并装回主机，并放上金属支架。打开上盖，那放入大概120到150cc 的饮用水，在 max 地方就是 150cc 最后装上不锈钢的滤杯，并且把咖啡杯放在滤杯的下方，就完成冲煮的准备动作。对了，这边补充一下，这台咖啡机有内建4500毫安时电量的电池，使用时是不用插电的。但要记得出门时要充饱电如果你要带出国也是没有问题，记得要跟随身行李一起登机。电池容量是49.95瓦小时，注意每家航空公司的规定就可以了。操作部分也很直觉，它只有一个按键，按一下会出现电量表，这是让你确定电量使用。按了第2下之后呢，会出现咖啡杯的图示，这是在让你不用煮水的状况下进行冲煮，也就是原本放入的水呢，就是足够温度的热水时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按了第3下之后，会出现咖啡杯上面有冒烟的图示，这表示呢会进行煮水的程序之后再进行冲咖啡。选定功能之后，等个2-3秒，它就会根据所选定的功能进行冲煮。接着你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的。那如果是需要煮水的功能的话，从按下按键到完成大概是11到13分钟左右。比起自己磨豆煮水加上冲煮呢，其实时间不会差太多。那冲煮出来的一杯的量呢，大概是120cc 的标准量，因为水粉比大概是1:10，所以咖啡会比较偏浓郁。建议可以兑上30到50cc 的水，会比较适合一般使用。当然，如果要放入冰块或牛奶，你就不用额外再兑水整个步骤是不是超级简单？而且煮出来的风味真是超乎我的想象，真的不会比自己手冲要来的差能够煮得这么好，一定有什么特殊设计等等，我们就要一一确认一下。Go Brew 型野全自动咖啡机冲煮的过程虽然很简单，但却能冲出品质相当好的咖啡。原因就在让咖啡好喝的关键，它都有掌握到。首先，好喝的咖啡的关键就是咖啡本身嘛。那咖啡豆要新鲜，品质也要好，而且不要磨好很久之后才冲煮咖啡豆一旦烘焙完成，挥发性的芳香物质就会开始慢慢的逸散，但速度不会太快。不过，只要磨成粉之后，逸散的速度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快。通常不到几小时之后，就会明显感受到差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Go Brew 要内建磨豆机的原因。而且Go Brew 的磨豆机还非常的厉害，
它采用了 SUS 420材质的7星模芯还有模盘，这是医疗刀具等级的不锈钢，耐用、耐磨也耐热啊，而且颗粒非常的平均啊，加上每分钟只有50转，这个转速超级慢啊。虽然会磨比较久，但细粉的比例也会更低，比较不会产生过度萃取的苦味啊。根据官网上的资料，它有着12段可调式研磨设定，最细的粒径可以达到585微米左右，也可以自行选择粉末的粗细。我都是直接用顺时针转到底，也就是出厂预设值的最细刻度，实际磨出来的颗粒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大概跟小飞马的3到3.5刻度其实是差不多的哦。研磨时会自动侦测豆仓里面是不是还有豆子，空了就会自动停下来，它也有安全机制，最多只会运作2分钟，卡豆或是转不动的时候，它会自动回转进行排除。如果卡到第2次，就会有警报提醒，电量跟咖啡杯的图示会交替闪烁，也会发出提示音，这可能是卡到不是咖啡豆的异物所以我们排除掉就好了。除了咖啡新鲜跟现磨以外，水温跟出水方式也很重要。一般来说，手冲会落在88到92度之间。那根据官方的资料 ，GoBrew 出水的水温大概是92度，很适合手冲咖啡。不过呢，因为是用电池来加热，功率不会太大。所以加热就是冲煮形成中最需要等待的，但冲煮出来的咖啡好喝，那这个等待是值得的哦。那冲煮部分也非常注意细节，它是以专利防手冲的方式绕圈进行，水流会以2道细水流均匀洒在咖啡粉上，注水0.5秒就会停1秒，虽然没有设计焖蒸的时间，不过我觉得意思已经到了啦。那要注意的是，水箱中的水会全部煮光，所以你放多少水就代表水粉比例啊。那这部分大家可以自行调整。最后就是滤杯，它采用非常细的金属滤网，虽然还是会有少量的细粉通过，但不会拦下富有香气的咖啡油脂。整体的香气比起用滤纸要来的丰富，口感上也比法式压要来干净很多。当然没有滤纸这样的耗材也更环保一些。享用完咖啡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把咖啡机洗干净。方式也很简单，因为滤杯采用金属滤网，所以把咖啡渣去除之后，用水简单冲煮一下就好。那磨豆仓的结构也非常简单，也不太会卡粉，所以直接拿刷子大概清理一下就完成。如果想要清理得更干净，也可以直接拿水冲洗一下，大致擦干之后就可以收起来，准备往下一个行程出发。当旅行回家之后，相信大家都会把带出门的器材整理干净，来个大保养。那 GoBrew 的大保养其实跟一般的清洁也不会差太多啊。首先是磨豆机部分，它可以超简单的就拆一下模芯跟磨盘，完全不需要工具。首先把磨豆仓先装回主机，然后在刻度调整的转盘上逆时针一直转最后就可以转下盖子，并取下模芯还有置放在中轴的弹簧还有垫片。第2个步骤呢，就是把磨豆仓由主机取下，直接拉出中轴跟垫片，这样就完成拆解了。接着就用刷子或者纸巾把所有该清理的地方清理一遍就完成。清理的时候要小心模芯跟磨盘还是有一定的锐利度，所以动作请放慢。滤杯部分有需要细部保养吗？我建议大家还是定期来一个大保养大清洁，可以把深层的油垢去掉。但这部分我自己是不建议用清洁剂啦，直接在锅中煮热水，煮到滚之后呢，关火就可以把滤杯丢进去，直接用热水浸泡一下就去除油垢了话说，如果你觉得磨豆机也需要深度清洁，也可以放进去一起泡一下。整体来说，Metro GoBrew 型野全自动咖啡机真的超适合户外旅行携带，甚至在家中使用也是没什么问题。除了一键搞定所有麻烦的咖啡冲煮过程，而且体积小更好带，也不用插电，所以无论上山露营或是长途骑车旅行，只要带着这台就能随时随地煮出一杯浓郁好喝的咖啡。那这台咖啡难道没有缺点吗？当然还是有，像是咖啡量比较少，那充饱电只能加热冲煮3次左右那不过对于出门在外还能享用一杯好咖啡，我觉得这已经不算是缺点了，也因为这样的设计才能让大家更好期待。如果你对这台咖啡机有兴趣的话，我会把连结放在底下的资讯栏，有兴趣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咯。以上就是 Metro GoBrew 型野全自动咖啡机的使用体验跟介绍，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有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 Prime， 下次见喽，拜拜。